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很多人明明看起来很健康，却在健检报告出来的那一刻，直接被判定肾功能已经掉了一大截。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在门诊里有一种情况最常见也最危险，就是人没有感觉，但肾脏已经出问题了。今天我要跟你揭开一个很多人完全没有注意到的真相：肾脏出问题往往不是突然发生，而是你每天以为没事的生活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。上周我的门诊就来了一位45岁的上班族陈先生，他平常其实有在运动，气色也不错，看起来就是那种蛮健康的人，只是最近开始觉得比较容易累，血压有稍微高一点点，而且半夜会醒来上1-2次厕所。他坐在诊间还笑笑的跟我说：“医师，这应该只是年纪到了，加上最近加班比较累的正常现象吧。”结果抽血报告一出来，我只能很严肃的告诉他：“陈先生，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已经掉到大约40，现在是慢性肾脏病第3B 期，代表肾功能已经明显下降。这不是疲劳，是肾脏真的出问题了。”他当下整个人愣住，因为没有痛，没有明显警告，但问题已经存在。这就是肾脏病最可怕的地方，它不是坏掉才出事，而是坏了很久你才发现，就像一台无声宕机的机器。肾脏每天默默帮我们处理血液、调节水分、排毒代谢，但很多人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在消耗它。所以今天我们先不讲艰深的医学理论，我想带你看清楚10个你每天都在做，但却正在慢慢伤害肾脏的习惯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，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。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。护肾并不复杂，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，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，就能守护肾脏健康。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。很多朋友来找我，第一句话都是：医师，我要吃什么补品才能保肾？其实我的观念一直都很简单，叫做极简护肾，多喝水，多运动，避免不当用药。说白一点，护肾的第一步不是要多做什么，而是先不要乱做什么。我们来看门诊很常见的一个例子，上班族阿杰，他每天压力很大，几乎都是靠咖啡在撑，一天不喝会觉得人生没有办法开始，只要一头痛就很自然的吞一颗市售的止痛药。习惯1，把止痛药当糖果吞，这真的是门诊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略的致命错误。像是常见的有布洛芬、ibuprofen 或奈普生 naproxen 的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，会抑制前列腺素，直接让流向肾脏的血液变少。尤其是在你已经有脱水、年纪比较大或本来肾功能就比较差的情况下，很容易就诱发急性肾损伤。很多人都是只是多吃几颗止痛药，结果肾功能就默默掉下来了。习惯2，慢性脱水。阿姐还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几乎不喝水。肾脏就像一个每天在帮你冲洗身体、代谢废物的过滤系统，但如果你水喝太少，就像这个系统一直在用浓缩的废水在运作，久了之后，不止效率变差，还会让里面的杂质更容易结晶。长期水分摄取不足，尿液会变得很浓，除了增加肾结石风险外，也会影响整体的代谢。所以极简护肾最基本但最常被忽略的一件事，就是喝够白开水。习惯3，慢性压力与熬夜。再来是很多人以为没关系的一件事，压力跟熬夜。阿杰长期处在高压、睡眠不足的状态，身体会一直分泌压力荷尔蒙，让血压、血糖上升，发炎反应也会跟着增加，这些都会间接加重肾脏的负担。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我只是晚睡一点而已，但对肾脏来说，其实是在长期加班，没有休息。每天好好睡一觉，听起来很简单，但老实说，这可能是最便宜也最强大的保肾方法。接下来我们来聊吃。我常跟病人说，饮食这件事不用逼自己每一餐都做到100分，因为那样太难长久。能稳定做到70分，其实就很够了。但有几个看起来很健康，其实很伤肾的地雷，你一定要避开。就像大学生小美，她一直觉得自己吃得很健康，早餐吃白面包，下午一杯现榨果汁，肚子饿了就吃点果干，听起来很养生，对吧？但其实
几乎全部都踩在伤肾的地雷上。习惯4，让血糖坐云霄飞车，吃精致淀粉。像白面包、糕点这类精致淀粉会让血糖快速飙升，再快速下降，就像在坐云霄飞车一样。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在你真的被诊断出糖尿病之前，其实肾脏里那些很细、很脆弱的肾丝球微血管，早就已经在反复的血糖震荡中慢慢受损了。也就是说，问题不是突然发生，而是每天一点一点累积出来的。习惯5，果糖过载，以为喝果汁很健康。小美最爱的果汁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健康迷思。果汁看起来很天然、很健康，但问题是纤维没了，糖分吸收变得非常快，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摄取过量的热量和果糖，长期下来对体重控制不好，也会影响尿酸和整体的代谢，甚至让肝脏形成脂肪肝，同时尿酸上升、发炎反应增加，这些都会大幅增加肾脏的负担。所以，如果你想吃水果，其实很简单，直接吃完整的水果就好。选择低 GI 值，控制分量，不要再把它打成果汁了。习惯6，吞下隐形磷酸盐，吃加工食品。第6个是很多人完全没注意到的隐形地雷，像是看起来很健康的果干，或是便利商店的微波食品，其实常常含有大量的磷酸盐添加剂。这些化学添加剂对一般人可能影响还不明显，但对已经有肾脏病的人来说，会增加身体的磷负荷，对肾脏是额外的压力。所以有时候真正的健康反而是回到最简单的原型食物。接下来这一段是一个很常见而且很容易被误会的医学迷思，也是很多健身爱好者会踩到的雷。像健身哥大壮某次健康检查发现尿液里有蛋白质，当场吓坏。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，我是不是肉吃太多，把肾脏吃坏了？但这其实是很多人的误会。习惯7，狂吃极瘦肉，却不敢碰油脂。先讲结论，对大多数健康的人来说，适量的蛋白质其实是不会伤肾的。但如果你已经有慢性肾脏病，那蛋白质的摄取就需要依照肾功能去做调整，这时候就不能再用健身的吃法来看待了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，尿液里会出现蛋白质，其实不是因为吃太多蛋白质，而是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问题，就让肾脏的过滤网出现破损，原本应该留在身体里的蛋白质才会跑到尿液里，所以蛋白尿是结果，不是原因。很多人会搞反，以为是自己吃太多蛋白质才漏出蛋白质，其实是肾脏先出了问题。这边我要特别提醒一个重点，如果你的肾脏已经受损，例如肾丝球过滤率小于60分，这时候你还拼命吃那种完全没有脂肪的极瘦肉，像是只吃去皮的鸡胸肉，反而会产生大量的尿素和含氮废物，对肾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。反而这种情况下，应该选择带有好油脂的优质蛋白质，比如说像鲑鱼、鸡蛋这一类，对身体反而会比较友善。所以不是越干净越没油就越健康，而是要看你现在身体的状况，吃对才是真的在保护肾脏。最后，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陈先生，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只是累？结果却已经肾功能明显下降，很大的原因是多数人其实不太会看自己的健检报告。习惯8，看不懂健检报告，错失黄金救援期。很多人都有一个想法，报告没有红字就代表没事，但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一般来说，肾丝球过滤率在90分以上可以视为正常，如果数值落在60到89之间，代表过滤功能已经有轻度下降。虽然在这个阶段不一定就等于慢性肾脏病，还需要搭配蛋白尿、影像检查或其他肾损伤的证据来一起判断，但问题是很多健检报告只会在低于60的时候才标示异常，让你以为自己一切正常。其实在那之前，身体早就已经发出警讯，只是你没有发现。习惯9，忽视高血压的破坏力。很多人知道但不太在意的高血压，我们常说正常血压大约是低于
收缩压120，舒张压80毫米汞柱。但如果血压长期偏高，那股强大的血流压力就像一直在冲刷肾脏里非常细小的血管壁，时间一久，血管会变硬、变窄，甚至缺氧，等于让肾脏慢慢窒息。所以高血压不是只有心脏在受影响，肾脏其实也是长期的受害者。如果血压没有控制好，肾功能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恶化。习惯时莫视头号杀手胰岛素阻抗。最后这一点，我认为是今天这影片最关键的一个观念。胰岛素阻抗其实是很多代谢问题的根源，包括糖尿病、高血压，甚至肾脏病都跟它有很密切的关系。但过去很多人只会盯着空腹血糖看，等到血糖真的超标，其实往往已经错过了大约10到15年可以提早介入的机会。所以比起只看单一数值，我会更建议大家去关注糖化血色素 HbA1c。因为它能反映你过去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状况，对于早期发现问题更有帮助。也就是说，真正的关键不是等出事才处理，而是要提早看懂这些讯号。前面这10个习惯，其实就像你每天拿着一把很小的刀，在慢慢刮伤你的肾脏。一开始完全没有感觉，但等到真的有症状的时候，通常已经来不及了。不过好消息是，只要你现在开始停下来，一切都还有机会。我再强调一次，极简护肾的核心观念：护肾不是去找什么神奇的保健品，而是先学会不要再持续伤害它。从今天开始，其实不用做到很完美，只要先做到3件很简单的事。第一，把你手上的含糖饮料慢慢换成白开水，不用一次全部改，先从1杯开始就好。第二，下一餐开始试着多选原型食物，少一点加工食品。第三，把你最近一次的健检报告找出来，好好看一下，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是多少，有没有蛋白尿，糖化血色素 HbA1c 控制的怎么样？很多时候答案其实早就写在报告里，只是我们没有认真看过它。你的肾脏其实一辈子都在默默帮你加班，从来没有请过假，现在换你开始好好保护它了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也希望你能帮一个小忙，分享给你身边那些天天喝手摇饮、熬夜或常常吞止痛药的家人朋友。有时候一次分享真的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未来。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